华约都消失了，北约为什么没有呢？这是美国政府效率部部长马斯克在上任前提出的尖锐问题。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人们对北约是否发挥出了应有作用的看法就变得意见不一了。荷兰前首相、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北约仍是欧洲安全的基石，认为欧洲防务可以离开美国是愚蠢的想法。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认为，北约已经成为了欧洲占美国便宜的地方。既然如此，饱受争议的北约为什么没有在历史中消失？又究竟是谁在北约体系中吃了亏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要将时光回拨到更远，也就是北约组织宣告成立的1949年。由于冷战的开启，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认为西方阵营面对苏联这一强敌，必须集中力量在冷战中胜出。但战后的欧洲缺乏独自对抗苏联及其华约阵营的能力，在经济和军事上都需要扶持。而美国作为二战战胜国和当时的全球第一经济和军事大国，也有建立自身全球领导力和巩固美国经济与军事优势的意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和欧洲一拍即合，在经济上推出了马歇尔计划，由美国来援助欧洲战后重建。这不仅会帮助西方国家在经济领域建立对苏联阵营的优势，也能够帮助美国企业打开欧洲市场。而在军事方面也是同理，美国不仅带头组建了北约组织，将西欧主要国家纳入了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还通过北约这一平台推行了美国的军工产业标准，扩大了美国军工产品的市场，并最终巩固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军事领导地位。因为北约内部本就存在军事程序、装备以及技术层面的标准化协议，北约成员国武装部队事实上采用的就是美军的武器标准。那么这样的合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至少在冷战期间，美国和欧洲都没觉得自己吃亏，因为苏联带来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百废待兴的西欧的确需要美国出面，北约的存在也就是一种安全保障，让欧洲空出了更多精力去最大化利用马歇尔计划的扶持，来发展本国的经济民生。我们可以通过一组军事数据来直观地认识到这一现象。在1969年，也就是北约成立20周年之际，美国的军费总开支为812亿美元，占当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9.5%， 不论是绝对军费开支还是所占比重，都是一个很高的水平了。苏联情况也类似，按当时卢布汇率折算来看，其军费高达550亿美元，甚至占到了国内经济比重的 12%到13%，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冷战局势的紧张。即使美国已经开始从越南撤军，苏联也开启了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两国在军事上的投入也没有丝毫松懈。但如果我们再去看1969年的英国、法国和西德三国，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景了。英国的军费分为中央预算和各军种开支，但加在一起大概也就占国内经济比重的 4% 左右。西德当时的军费约为245亿德国马克，军费强度也只有 4.3%。法国当时算是比较有自主防卫意识的，国内也有戴高乐主义的影响，将军费开始提高到了309亿法郎，但军费比重依旧是 4.6% 的水平，比美苏两国的国防开支压力小多了。要知道，与美国相比，英法德才是直面苏联压力的国家，但他们依旧能够保障安全的同时维持一个较低的军费水平，从而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方面。而且这些成就也都是英法德三国在北约的集体防御环境下实现的。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看。虽然在1970年前后，苏联带来的压力并没有解除，但在北约体系，尤其是美国支持下，英法德三国还是抽出精力实现了本国发展的关键突破。首先是法国，在马歇尔计划的扶持下，自二战结束之后，就经历了被称作光荣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期，
到了1970年时，法国已经在工业现代化和国内消费水平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并且国内还设立了最低工资制度、家庭补贴和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措施。西德更是排在法国之前，成为西方阵营的经济橱窗，国内制造业发展强劲，商品出口不断增长。英国虽然排在德国和法国之后，但也是排在西方阵营中的前5经济体，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福利国家制度。事实上，从二战结束后，国防压力更小的西欧3国在福利国家制度建设上一直就领先于美国。不论是全民医疗保健体系，还是失业救助与养老金制度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各国之前。可以说，没有北约体系的存在，没有美国对欧洲安全的长期重视，西欧国家民众想要过上同等质量的生活，肯定还需要更长时间。西欧国家想维持住足以与苏联阵营抗衡的武力威慑水平，也存在很大困难。也就是说，只要苏联的威胁还存在一天，欧洲都存在遏制苏联扩张、维护区域安全、巩固国内发展基础的需求。而新的问题就在于，苏联在1991年就解体了，华约更是烟消云散，新诞生的俄罗斯也完全无法与苏联相提并论，北约一时间没有了强大的竞争对手，美国也成了当之无愧的全球霸主。此时的北约又该何去何从呢？古话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为一个军事联盟组织，北约延续的前提当然就是共同安全威胁，或者是共同安全利益的存在。说到这里，就可以回答马斯克的问题了：北约为什么没有消失呢？因为欧洲与美国并不认为苏联解体后，西方阵营的利益就有绝对保障了，还是有不少挑战欧美秩序的地区冲突存在的。而且欧洲已经看到了北约防务体系的效果，西方阵营赢得了冷战就是证明。美国作为冷战的最大赢家，也要继续推迟全球的领导力，那还有什么理由解散北约呢？事实上，在整个冷战期间，北约本来就没有发起过一次军事行动，这也是北约威慑效果的最佳例证。直到1999年，北约才发起了自己的第一场联合军事行动，也就是介入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局势，是有6万名来自北约不同国家的士兵和多款北约国家战机参与了那场干预行动。而在此之前，北约已经为美国和欧洲成员国建立了相同的军规体系，从步枪的弹药口径到军舰和战机的通讯系统，英法德3国都与美国保持着兼容。许多北约国家直接采购美国现金武器，爱国者防空导弹被多个成员国部署。当北约国家联合发起军事行动时，这种武器装备高度兼容的特性能够为行动带来极大便利，也打通了其他北约成员国军队和美国军队之间的训练教学体系。这种便利性在后来的阿富汗战争、亚丁湾反海盗和干预利比亚等多次冲突行动中都有所体现。例如2004年8月，伊拉克战争期间，北约就组建了伊拉克训练团，与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一起协助伊拉克安全部队展开训练。协助团并不负责作战任务，主要负责培训和指导工作，他们并不需要太多协调沟通工作就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北约国家之间的作战条令与训练大纲以及军事人员资质认证都是高度兼容的。例如，在陆军的作战理论中，北约国家普遍采用与美国相似的空地一体战、网络中心战等作战理念，但也同样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北约内部就开始出现较为严重的分歧了，这也为北约组织的裂痕埋下了伏笔。在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中，主张军事介入的主要是美国，法国和德国对军事干预并不积极。这可能是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有重大利益，但法国和德国的诉求并不强烈。到了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虽然北约还是展开了联合军事干预行动，但在具体执行方针与最终的目的上，北约国家内部还是存在分歧。比如，英国和法国赞同推翻卡扎菲政府，但德国就拒绝直接出兵。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英法德在北约体系中还都是站在美国那一方。
2017年土耳其计划采购 S-400事件才是真正的将北约内部的矛盾搬上了台面。土耳其在2017年与俄罗斯签署了 S-400导弹采购合同，俄方在2019年开始交货，期间北约一直坚决反对，尤其是美国对此强烈不满。美国认为俄制的 S-400并不能与北约武器系统兼容，在部署到土耳其后还很有可能成为间谍，帮助俄罗斯系统追踪美国和盟国合作研发的 F-35战机。然而土耳其对于北约内部的反对声呢是并不买账，最终也受到了北约组织的制裁。土耳其外交部甚至还发表声明称，是美国一直无视土耳其的合理提议，对土耳其做出了不公决定。或许正是因为这起事件，法国总统马斯克在2019年说出了北约正在脑死亡这样的惊人言论。他认为北约内部虽然有一些共识，但是由于内部分裂也没有执行力。时任卢森堡外长的阿塞尔伯恩也指出，美国基本上就是在用北约谋利。这些言论虽然出现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但也表明了以法国为首的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对北约的松散感到不满，这个组织已经不如当年那样干脆利落，内外齐心。到了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后，北约就更进入了一种旁观者的状态。这个当年为了遏制苏联扩张成立的组织，在其最应该严密布防的东欧防线上等来了一场战争。俄罗斯开战的理由之一就是乌克兰曾经试图加入北约。当时就有很多媒体发出疑问了，如果乌克兰真的加入北约了，俄罗斯还敢开战吗？因为北约执行的是集体防卫原则，如果乌克兰是北约成员国，遭受军事入侵后就会直接触发第5条款，对乌克兰的攻击就会被视作为对全体北约成员国的攻击。俄罗斯很可能会忌惮北约的实力，不敢开启战端，正如其不敢对波罗的海3国开战那样。但历史终究还是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乌克兰后来得到的军事援助，要么是以美国援助的形式到货，要么就是以其他欧洲国家的名义捐赠。有的北约国家甚至都没有对乌克兰展开过军事援助，例如匈牙利。有的国家没有加入北约，反而对乌克兰也有援助，例如澳大利亚。也就是说，在俄乌战争这一关乎欧洲安全的历史重大事件中，北约扮演的角色并没有那么重要，反倒是欧盟促成了不少对乌军援，而欧盟并不包括美国。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不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对北约的作用感到不满了。尤其是到了2025年拜登任期结束，特朗普2次当选美国总统后，他不仅对军援乌克兰持消极态度，对北约组织更是存在不满。他认为北约是个不公平又过时的组织，还曾多次批评北约盟友在占美国的便宜，认为欧洲国家是用美国的军费去填补他们本该承担的那些防务开支。说白了，川普就是要求其他北约盟友提升本国军费水平。川普甚至还提到，如果北约盟友不满足这一要求，他可能就要推动美国退出北约。而一般来说呢，同一个组织内的2个合作方中，如果有一方不停地抱怨自己吃亏，似乎就是另一方占了便宜。然而奇怪的是，就在美国不停地抱怨北约让自己吃亏的时候，欧洲国家也不认为自己真的有赚到了。他们最看重的欧洲安全形势，正是在北约组织面前急转直下的。如果保障欧洲安全的终极解决方案是欧洲国家大幅增加军费开支，那么欧盟就可以扮演协同的角色。在前几日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公布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欧洲重新武装方案。方案指出，欧盟国家应当筹措出价值84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并且欧盟还会额外提供大约1600亿的国防资金贷款，专门用于欧洲成员国的军事建设，更是俄罗斯国防开支的数倍之多。可以说是欧洲开始寻求多元化安全保障，将更多主动权放在自己手里，不再只依靠北约的表现。视角转向另一边，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内也基本不可能会去强化北约的作用。不论美国还是欧盟，似乎都不再将北约视作保障自身利益的最佳选择。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对于那些主权分散又存在利益分歧的欧洲国家来说，想要寻求能与俄罗斯抗衡的军事协调机制，依旧是不能忽视北约的作用。欧洲由40多个主权国家构成，不论是在语言文化、政治传统上，还是在原供应渠道等现实差异上，都存在诸多分歧。这种分散性导致统一防务政策难以形成。如果这些国家在北约体系里都不能找出让大家满意的新方案，那么寄希望于欧盟等其他框架，后期的执行难度恐怕也是低不了。